此刻的吴柏林还在雪地车中盘腿打坐，他还在为美国麦克默多科考站200多名科考队员养精蓄锐，却不知道此时的五角大楼已经在和日本防卫省共同商讨评判对策。眼下他距离麦克默多站还有约莫2天的车程。五角大楼在确定日本科考队员确实存在叛国行为之后，除了提醒自家几个科考站的队员小心提防日本人之外，其他的表现并不算太积极。倒是日本防卫省在得知确诊之后，求生欲极强，只想尽最大努力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问题，以免影响扩散。五角大楼和日本防卫省商讨1天之后，五角大楼的负责人给了日本防卫省一个初步的评判计划。对方在视频会议中称，我们的想法是由日本防卫省派出一支谈判团队，搭乘我们美利坚经过特殊改造的 LC-130大力神运输机，直接飞抵南极，与叛逃的日本科考队员面谈，一方面摸清具体情况，一方面通过谈判来稳住对方，最好是能够劝降并直接带回美利坚军事基地进行审讯。日本防卫省的负责人听完，感觉这种办法也太不靠谱了，于是便道，我们其实更希望紧急向南极大陆投放100名特种部队以及6辆特种作战装甲步兵车，直接把这帮人抓起来强行带回日本。五角大楼负责人摇头，这不可能。根据南极条约的规定，任何国家不得在南极进行军事行动，即便是军事演习都不被允许。日本防卫省负责人尴尬地笑笑，反问，可是阁下毕竟是代表美利坚，这些条约美利坚完全没必要遵守啊。五角大楼负责人坚定地说，我们不能背负在南极开展军事行动的骂名，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们派出非武装人员进行评判。说罢，他还提醒对方，你们的科考队员虽然都叛国了，但他们肯定也没有武器，面对一群非武装者，我们完全没必要派遣军队。日本防卫省一下也无可奈何，主要是现在这个天气，能飞南极并顺利在冰盖降落的飞机就没几款，日本自己没有，所以只能仰仗美利坚。美利坚觉得这种事没什么油水可捞，评判不评判跟自己关系也不大，所以对这件事本身就不太上心。如果让他们派遣军队过去，为这件事去挑衅南极条约，在他们眼里并不值得。日本防卫省没办法，只能临时派遣20名谈判专家、心理专家以及法律顾问组成一个劝降团，然后乘坐飞机飞往美国在南美洲的军事基地。毕竟他们得靠着美利坚的飞机才能抵达南极。当他们飞行了20个小时抵达美利坚军事基地之后，吴柏林距离美国麦克默多科考站已经没多远了。随劝降团一起抵达美军基地的，还有日本防卫省一位名叫渡边五郎的高管。渡边五郎的任务就是在美利坚的大力神运输机起飞前往南极之前，说服美国人派遣一部分海豹突击队随队前往，以应对突发事件。不过渡边五郎在美军负责人面前费尽口舌，对方也只是回复他一句，不好意思，渡边先生，五角大楼明确指示，不得携带任何武装人员前往南极。我们这次帮你们运送劝降团的美军飞行员都不被允许携带配枪飞行。渡边五郎郁闷，先生，这也未免有些太不近人情了。劝降团的成功率并不高，万一失败，他们只能退回来，而我们对那些叛国者将毫无办法。美军负责人推了推墨镜，微笑道，渡边先生，不向南极大陆派遣一兵一卒，一枪一弹是我们美利坚军队的底线，还希望你能理解。说罢，他站起身，冷声道，飞机1小时后起飞，渡边先生可以准备登机了。渡边五郎没有办法，只能站起身来，缓缓走出会议室。机场跑道，那架将起落架改造成轮胎，与雪橇共存体的飞机已经在做起飞前的最后检查。日本派遣的劝降团也开始准备登机。按照计划，
他们将直接在距离日本科考站50公里处的冰盖上降落。运输机除了运送他们20人之外，还将运送2辆没有武器装备的雪地车辆，以供他们使用。所以此时的运输人员正在将雪地车辆推送到运输机舱内，并用模块化的固定底板固定。渡边五郎和自己的助手一起来到飞机后方，与劝降团一起等待设备固定好之后登上飞机。而这个时候，与吴柏林一同前往麦克默多科考站的菊地航平对吴柏林说：“真人，我们再有3个小时就能抵达美国麦克默多科考站了。”很好，吴柏林微微点头，吩咐道：“只要我们能顺利进去，一切就都没问题了。”麦克默多科考站的科考队员早就收到了五角大楼的提醒，也知道了日本科考队的叛变。虽然他们都是非武装人员，但毕竟掌握各种尖端科技，所以他们现在的雷达系统24小时以最大功率运转，时刻提防着周围的一切。当吴柏林的车队被他们的雷达捕获之后，他们立刻警惕起来，并且通过无线电喊话：“这里是麦克默多科考站，请正在靠近的车辆告知你们国籍、人数和目的。”菊地航平吓了一跳，这他妈还有好几十公里呢，怎么就被对方发现了？大冬天的，莫非雷达还火力全开了？他立刻向吴柏林汇报：“真人，那帮美国人让我们表明身份和目的，您看怎么应对？”吴柏林淡淡道：“在极地，你们与外国科考队员接触，最常见的理由是什么？”菊地航平说：“需要救援吧，大家在南极都还挺友好的。”吴柏林点点头 ：“OK， 那就告诉对方我们需要救援。”菊地航平立刻按照吴柏林的要求，告知对方自己是日本科考队，因为车辆补给不够以及出现故障，寻求美国科考队帮助。美国科考队员如临大敌，叛国的日本科考队跑到自己这里来，究竟是为什么？于是他们立刻把消息汇报给了五角大楼。渡边五郎和自己的手下已经全部登上运输机，运输机里的条件很简陋，大家只有贴边的折叠小板凳可以坐，中间全部都是模块化的运输轨道和固定扣件。2台雪地车此时就被固定在机舱正中央。就在大家以为飞机马上就要关闭舱门，准备起飞的时候，美利坚空军的工作人员立刻跑进来，将2台雪地车从固定的轨道上解锁，并运到机舱外。紧接着，将近100名荷枪实弹的突击队员登上飞机。再接着，2台被推走的雪地车被换成了4台全地形装甲步兵车。这些士兵一个个表情严峻，一言不发，搞得渡边五郎很是诧异。正此时，先前那个美军基地负责人迈步走了上来。渡边五郎赶紧问：“司令官先生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”美军基地负责人表情冷峻地说道：“我们要去支援南极了。”渡边五郎诧异：“不是不派一兵一卒吗？